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这一招叫做关键字图标化，是我常常用的，然后也是蛮多做简报的人也常常会使用的部分。那我今天会透过几个我之前学员的作品，包括我把它修改过之后来做案例的示范。平常我们在商务沟通上最常遇到大概三个状况，一个叫条列句，一个叫大量文字，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图表。这三个东西里面呢，大部分人认为最难搞的，其实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就是文字很多，大量文字，包括像法规啦、那个公司的规章啦、条文啦，甚至产品介绍啦、研发的进度报告那些，好，这个文字很多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关键字图标化其实两招，第一招呢叫做要先把关键字找出来嘛，才能做图标化。找关键字我这边介绍几招哈。第一个，你就看你那个文章里面，或者呢你要做的简报那个文字段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重复出现的文字？那些东西就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变成比较简洁一点。我们用数学公式来看哈，2×3加2×6，这个大家学过小学的四则运算都知道哦。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挑出比较重要的文字跟符号的话，通常看看它有没有重复出现的嘛。哦，2跟乘号都是重复出现的。那学过数学都知道，我们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好，算出来答案都是18。各位，这个东西呢，讲白话一点，这个东西叫原始资料，这个东西才是叫做简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原始资料提炼一些重要的讯息出来，给底下的观众看，因为太多人习惯把原始资料就当做他的简报了，那通常你的简报上台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底下的观众就会更辛苦。好，看一些案例哈，我们先看有没有重复出现的。像这个是我一位学员哦，他是体院的学生吧，嗨，那他的偶像跟我一样是陈金峰，这是他要介绍陈金峰的其中一张简报。我这边看了一下，他之前是做的是4:3，各位发现这文字呢其实太多了，甚至会压到图了，这叫字盖图。那当然也有图盖字啦，这样基本上在设计上都不建议。而且呢，4:3也比较旧的一点。好，那通常现在我们都习惯16:9。好，那这里面呢有很多是重复出现，像年，对不对？然后有像赛、棒球赛、锦标赛，这些都重复出现的。而且呢，亚洲棒球锦标赛，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亚锦赛嘛，这个各位都知道。好，那我这边呢就帮他修改一下。陈金锋呢，他其实刚才那一章就是要讲陈金锋大概国际参赛的披上中华队战袍的大概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好，然后这个东西呢，各位有看过帕帕亚老师的就知道，这是他的这一个年代序列线啊，我蛮喜欢的，所以我就重新把它做出来，很漂亮。好，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呢，就把关键字找出来了。其实这里面的讯息量是跟刚才那张是一样，可是呢，观众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而且可以照着你的节奏，因为每个东西是你可以讲完之后才出现。下一个，如果说你遇到的是比较麻烦的，这就是比较麻烦的一点，关键字有重复，但是呢不能省略，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反方向去思考，我们呢就要做资讯的梳理，然后呢把它比较相近的东西呢，把它贴上一些标签，就说在这个 group 里面的东西都是这个标签，啊，都是这个标签。好，用一个同学的来示范，他这边讲的就是工商的判定的标准啦，哈。那各位看到，就是所谓的法规，每一条都很硬，因为他每一条都要讲。那这一章的讯息量非常非常大啊，非常非常，不是人资专业的人，可能就一开始接触会比较，就比较硬一点啦哈。那我刚好也是人资主管专业，然后我这边就帮他修改一下。基本上呢，工商判定的标准哦，如果你在交通的状况之下，上班或者下班发生交通意外，那在以下9种状况，根据这一条法规，你是没办法被判定成工伤的。哪些呢？首先第一个，你的交通行为是不是必要的？比方说你之前都是从中正路上班，今天偏偏要从中山路，因为你要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可能买一家早餐的很好吃的蛋饼，结果你出事了，那不好意思，
里面有一条，他到时候去判定说，你平常都从中正路，为什么今天要从中山路了？他可能就用这一条把你打掉了。好，是不是必要的？第二个呢，你驾照有没有相关的违规？这2条。第三个有没有其他的违规？这6条。这边我是不是下了3个标签？是否必要？驾照相关，其他违规。那这些呢，其实可以再简化成2个标签，是不是必要的？或者你有没有违规？只要这个必要性或者违规，你2个有碰到1个以上，基本上都很难被认定成工伤了。因为这边还有一条其他危险方式驾驶，这个是帝王条款，所以这一章的讯息量比刚才还多，而且文字也比刚才还多。可是你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已经帮你做了资讯的梳理，而且把关键字给弄出来了，底下的观众就看得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再搭配你的人资的专业的见解，底下观众甚至有案例，底下观众就听得就比较清楚。法规其实蛮能够看出一个人对他的了解或者简报的功力，看法规类的通常都还蛮明显的。第3个呢，抓关键字怎么抓？我一次推荐3个，看看有没有数字的啦。然后呢，有没有功能的介绍，比方产品的功能，或者有没有段标，就是1、2、3、4、5 ABCDE 的这种东西。好，通常都是比较重要的关键字或者关键句。我们这边用一个台湾之光这叫倪静思，一个洗脸的机器。那如果我是倪静思的业务，如果我的简报长这样，可能底下观众都不愿意买，因为我对他这个没有可能不认识，或者说，你这简报都是字，我看得很不舒服。好，我们先抓关键字，用刚才那3招，这些东西都是刚才那3个，有没有数字的啦，有没有功能面的，有没有关键字的那个段标或者关键句，抓出来之后，你就要做，这些都是留下来。黑色的地方并不是废话，而是不需要放在简报上面，让业务员去讲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你就要做这个了，把关键字抓完之后，你可以做图标化。这些东西把它做成图标。我认为 B2C 的产品一定要让人家看到说你长什么样，就是你买得到看得到，我觉得对你更信赖嘛。这一支产品长这样，然后呢，关键字句把它做成图标。那每个当然都有梗啊，那是业务员要去想他的话术，想他话术，简报设计可以帮他做到这样子。那请问一下，这一张比较亲切还是这一张？我是觉得这一张比较亲切一点，比较亲切一点。那你说，可是我就没有这个创意啊，我不会做成，我不知道要做成这个东西。老师，你怎么有办法想得出来说这种独特的创意？这其实不是我创意啊，那也不是我很厉害，因为人家产品的外包装都长这样啊。那创意是可以模仿开始，我跟倪静思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我觉得这个案例很有趣，我就把它做成简报把它做成简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些用关键字图标化，我们做 before 跟 after 刘老师修改的状况。先看 before 这位同学呢，他要介绍5个东西。正常来说，我们大部分都是一页里面有很多东西，要把它分成2页。他刚好相反，他是1页可以去讲完的东西，他偏偏要分成2页。那这个就比较不建议了，不建议，因为其实你在1页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你用关键字图标化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一张刚好是很好做的。我来帮他修改，他就要讲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举了5个案例，1、2、3、4、5。好，这是之前我们介绍环形，介绍环形范本，这是在之前的东西有介绍过，我这边不再介绍了。下一个，这位同学要介绍忧郁症。忧郁症的医学上的解释有这么多，如果你不是这相关专业的，你光看这一些字其实你看得蛮痛苦的。在简报上面不建议字这么多了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帮忙做一下资讯的梳理。我们用关键字图标化来帮他修改。他要介绍忧郁症，然后学理说明就是这些，然后呢，病名又称之为这个，然后呢，英文缩写是 NDD。综合状态大概有这些。那判定怎么判定呢？首先你是不是持续低落？那低落的时间呢是每天从早到晚，而且持续2周以上，你几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而且呢，你有旁边这8个里面至少4个以上的症状，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就忧郁症已经找上你了。哪8个呢？1、2、3、4、5、6、7、8。这样子就可以让那个心理师呢，或者是要讲这一章的人，就会逐步的去讲解，底下观众会比较能够
跟着你的节奏去了解这件事情，这个叫关键字图标化，这是其中一招啦。要处理文字类的有很多招，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其中一招。第3个案例，光看它的动画，对不对？好，然后呢，它这是一个会议报告，是2页哦，是2页。之前我的公司的要求跟训练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会议资讯就会议的通知或者会议的相关的东西可以的话尽量是在1章之内搞定啊。如果可以的话，不行就没办法，没关系。其实这2章是可以在1页之内搞定的。我们用关键字图标化来帮他做修改。会议资讯有这些，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一天要开会，然后呢地点都在这边，主席都是他，记录都是他。那讨论议题有哪些呢？之前会议的追踪，生产状况乘以生管课报告，我给你5分钟。物料状况一样，生管课报告一样给你5分钟。这个东西有3个东西要报告，各给5分钟。之前我们做了一些进度对策，对策的进度然后请开品课报告，最后请主席做总结。这一章的资讯量跟刚才那2页是一样的，只是呢有帮你做一些图标化的设计修改。那如果是现场是有人跟你互动的话，那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现场对他讲的话，这一章比较适合放在简报上面比较适合放在简报上面。好，那今天分享的几个案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